俄军一天死亡9名飞行员，乌克兰有可能学习了中国空军的战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前几天，俄罗斯空天军出现了一天被击落4架军机，死亡9名飞行员的情况，而且是同一天。这个战果在冷战后是非常罕见的。当然，乌克兰方面一直不承认是自己所为，但是无法掩盖问题的严重性。俄罗斯军队现在面临着非常紧迫的问题，以后如何避免这种情况，俄军需要认真的总结经验教训。而这又带来另外一个疑问：这件事到底是俄军自己出了问题，还是乌克兰军队打的呢？那么，如果是乌克兰军队所为，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有一种说法认为是美国的 F-35隐身战斗机配合乌军的米格29使用空空导弹击落了俄军的战机。虽然理论上讲存在着一定的战术合理性，但是与美国的不直接下场武力干涉政策不相符，因此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一旦俄军发现美国的隐身战机参战，那么后果会非常严重。那么如果是米格29单独所为，那么即使是该型战机进行了升级，俄罗斯地面防空雷达和预警机也不可能没有反应。一旦发现了米格29的所在，苏35一个转身就可以和米格29形成空中格斗的态势，因此也不大可能会出现这种偷袭猎杀的情况。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俄罗斯战斗机的敌我识别系统被乌克兰破译，飞机的飞行轨迹一直被乌军跟踪，再加上俄式战斗机返回时的飞行路线比较固定，导致被乌克兰的地空导弹伏击。也就是说，此次作战能够获得如此大的战果，电子战的功劳是第一位的。有人甚至还认为是乌克兰的游击队在俄罗斯境内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了低空飞行的俄式战斗机。这种可能性虽然有，但是并不高，因为苏34、苏35的飞行高度相对比较高，并非是便携式防空导弹可以够着的。现在唯一可能的战术就是采取了地空导弹机动伏击的战法，而这种战法正是中国空军过去击落 U-2的成功战术。上个世纪60年代，台湾地区空军所装备的美制 U-2高空侦察机经常窜犯中国大陆实施战略侦察，而我军的地空导弹数量不多，要想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拦截它，唯一的可行方法就是在它经常出没的航线机动设伏，但是这谈何容易？为了配合我军的机动设伏作战战法，还需要采取一定的战术欺骗行动。最终呢，我军成功的采用机动设伏战法，连续击落了多架 U-2高空侦察机。而在科索战争中，南联盟的防空部队用萨姆3打下美军的 F-117隐身攻击机，采用的也是这个套路。可以说，机动设伏这个战法不新鲜，是中国发明的，但是呢，已经被很多国家学去了。目前，乌克兰军队配备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大概分成这么几类。第一类是美国提供的爱国者3、爱国者2这种远程防空武器系统，它们的部署一般位于基辅附近的后方，用于战略要地防空。还有一类呢是野战防空，就是伴随着部队的行进进行地对空的掩护。第三类就是中近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这类系统它们的机动性比较好，所用的车辆不算太多，因此有利于他们隐蔽的出行和布防。如果他们将中近程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逼近到俄罗斯的边境附近，就有可能达成同样的效果。乌军的防空系统的部署地点往往是依据西方情报系统所提供的长期信息来确定的。那么这些防空网点一般部署在哪里呢？多半是根据西方的情报系统所跟踪的俄罗斯战机的出航航线和返回航线来确定的。因为俄罗斯战机在完成对乌克兰相关目标打击任务之后，返回国内机场的时候，他们习惯性的会沿着某些固定航线返回。而基于中近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的射程射高相对比较大，
其综合性能要比便携式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更强，完全有可能在隐秘的条件下部署到俄乌边境地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天之内击落4架俄军战机和直升机就有可能实现。那么现在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次战果的必然性。首先，俄罗斯的这2架战斗机以2架直升机的组合，应该不是第一次越境攻击，他们屡次以类似的方式以路径对乌军的目标发动攻击，从而呢让乌军和西方掌握了其作战规律。这里面呢包括飞行时间、航线、高度等等。第二，他们秘密地隐蔽在俄乌边境地区，采取守株待兔的方式，对俄军返航的飞机和直升机实施拦截。从目前击落俄军的飞机的爆炸烈度的视频来看，不像是便携式防空导弹所为，很可能是 S-300或者是德国提供的 IRIS-T 这样的中近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所为。第三，由于俄军战斗机缺少电战飞机的掩护，乌军秘密埋伏的地空导弹从发射到命中可能只需要短短的10几秒钟，留给苏35或苏34飞行员的摆脱时间极短。而直升机被击落的情况呢，也是类似，几乎没有反应时间。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空天军又将如何避免被伏击呢？首先，对乌克兰目标实施打击时，一定不能采取固定模式的飞行航线。那么，只要做到这一点，被地空导弹伏击的概率就会大幅度下降。最好的选择是从俄军控制的区域返航，虽然绕飞的路线比较长，但是要安全得多。其次，要想办法猎杀那些部署在边境地区的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这需要使用更多的巡飞弹和察打一体无人机。总体而言，这次战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空天军战术组织粗糙所造成的，也是缺少电战飞机掩护造成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俄罗斯空天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乌克兰军队的新战法再次证明，以地制空战术仍然有生命力。中国空军在历史上成功使用的战术，现在被乌军学去了。战法是没有国界的，这一点对解放军而言也是需要密切关注的。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